大家好，我是涅槃硕士。峨眉山岳半轮秋，夜幕下的峨眉山金顶静谧而神秘。银白色的半轮秋月高挂在天空，洒下柔和的月光，笼罩着整个山顶。金顶在月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庄严肃穆。夜色中，华藏寺在月光下若隐若现。庙宇的金顶在微弱的光线下闪烁着淡淡的光芒，庙内的香火依旧缭绕，微风轻拂，传来一阵阵清香。庙外的石阶上，几盏油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仿佛在与天上的月光交相辉映。山间的松柏在夜色中愈发苍翠，月光洒在树叶上，似乎镀上了一层银霜。偶尔传来几声鸟鸣，更显得夜晚的峨眉山金顶幽静无比。就在这时，华藏寺外的山间突然出现了数百条黑影，蹑手蹑脚地朝着寺中而来。走得近了，方发现竟全是头戴红缨帽、手拿刀枪的清军，而寺门前早也有等候的僧人前来相迎。清军中为首的一个身穿甲衣的把总打扮的军官小声问僧人道：“人都在吧？”和尚急忙点头道：“在。我今天特意将他们住处都换到舍身崖那边去了，料他们是插翅难飞。”把总满意的一点头，手一挥，一众清军鱼贯而入，在和尚的带领下，已悄悄将舍身崖旁的那排客房围得个水泄不通。把总眼见布置就绪，正欲指挥手下攻入房中，那和尚忙阻止道：“大人，这几人有些武功，小僧也有妙计，定能手到擒来。”把总疑惑地问道：“你有何计谋，可让这几个悍匪束手就擒？”和尚道：“我早已令人将那客房后窗悄悄门住了，待会儿我让人先备好了石灰水，装在碗中，给贼人说夜晚备了些稀饭宵夜。待这些贼人中计，我几个徒儿就从屋顶将滚烫的开水从屋顶泼下，定能马到成功。”把总大喜，直夸和尚聪明。过不多时，果然一小僧端着一碗稀饭而来。敲门之际，只听得点着烛火的屋内传来声音：“谁？”那小僧有些紧张，说话有些吞吐，定了定神，方答道：“施主，今夜后厨备了些稀饭宵夜，我家师傅让我也给诸位客人送来一些。”屋内之人沉默了片刻，方道：“那就谢谢你家师傅好意了。”不一时，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个身材高大、身穿深蓝色的短袍、皮肤略显黝黑的汉子推开了门。那小僧见门一开，猛地便要将手中一碗石灰水朝着那人眼睛泼去，谁料那汉子早有准备，他右手猛地抬起，推那碗底，一碗石灰水反被泼到小僧脸上。那小僧吃痛，捂住眼睛叫喊不止。那汉子面色冷峻，转身便将一个包袱和一把大伞背在了身上，对屋内说道：“狗日的好狠！兄弟伙些，抄家伙，撤！”就在这时，屋外突然火把通明，守在屋外的那些清军早已亮出了一排排的洋枪。恰就在这时，汉子又听得屋顶传来动静，大叫一声：“不好！”就地朝屋内一滚，到了墙角，就见屋顶滚烫的开水朝下泼了下来。汉子大喝一声，举起手中洋枪就朝屋顶开了一枪。只听屋顶传来一声惨叫，就没有了动静。汉子身后一个兄弟突然喊道：“大哥，不好了，后窗被这帮龟儿子给别住了。”此时屋外传来一声大喝：“罗子洲，你娃已经被我们团团围住，识相的赶紧放下武器出来受缚，不然枪弹可不长眼。”那被唤作罗子洲的汉子本名罗约增，字子洲，祖籍江西吉安府，先祖罗宽贤经商入川，所以罗子洲是在清光绪元年出生于四川雅安沙坪乡。他自幼习武，功夫过人，加之有江湖豪气，好打抱不平，重义气，长大后在江湖中颇有些声望。他的大哥罗约禄本为清朝廪生，见他有勇有谋，曾劝他去考个武举，光耀门楣。谁知他却不以为然，对大哥说道：“如今朝廷昏聩，天下动荡，我们何必去迷恋那镜花水月般的功名富贵呢？”后来
罗子洲加入了四川反清秘密社团袍哥组织，并一直嗨成了大名鼎鼎的上川南雅安袍哥义字旗舵把子。因其嫉恶如仇，一次竟将欺压良善的雅安县衙工人李耀当街痛打一顿。痛快是痛快了，但是很快就被官府罗织了一个勾结绿林谋反的罪名，要将其抓捕。罗子洲得到消息后，当夜便逃出了雅安，趴好避祸。谁知此事却连累了自家兄弟，二哥罗良品被杀死，大哥罗约禄、十弟罗约海被关入死牢。直到革命军后来攻下雅安后，其十弟罗约海才被解救，而大哥罗约禄则已被害死于牢中。就在罗子洲在外趴好时，孙中山同盟会会员魏士奇留学日本返乡，他一方面敬仰罗子洲豪气干云，一方面又同情罗氏兄弟遭遇，于是对其讲了革命道理，建议他参加反清活动。罗子洲深以为然。光绪34年1908年之际，革命党人龙明建奉命回川，在成都创办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暗中联络吸收各地袍哥首领参加同盟会和参加革命活动时，罗子洲欣然应允，并被推举为川南水陆全军统领和上川南雅安同治军首领。到宣统3年1911年之际，清廷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政策规定宣统3年1911年前所有籍股商办的干线必须由国家收回。6月17日，由立宪派绅商发起，由成都乐府街铁路公司召开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号召全川人民拼死破约保路。就在这时，各地的袍哥也开始公开活动起来。龙明建等开始决定在资中罗泉井开暂堂大会，邀请罗子洲、秦载庚、胡郎和孙泽佩等各路袍哥首领前来商议起义方略。当天深夜，会议召开，做出了5项决议。在起义前探查好敌情，并随时在各地互相交换消息，汇报到华阳和新津总部，向各地团练局及附身私人借用枪弹将来归还，以及向各地借用击鼓、社鼓及其他公共财物做临时开支。最后又严肃了军纪，同志会一律改称同志军。会后，龙明建回成都，罗子洲等袍哥首领也返回各地准备起义事宜。罗子洲会后本来是准备从夹江洪雅肃清依江而上返回雅安，谁知这一路上风声甚紧，当时清廷也对起义有所耳闻，沿途均设置了清军抓捕革命党人。当罗子洲带着2个卫士走到夹江时，已经听闻洪雅通路被堵截，无法通过。商议后决定转向峨眉，不料罗大爷果然江湖上太有声望，在路上就被人给认出来了。清军立即对其进行抓捕。罗子洲带着2个卫士边打边退，逃到了双福挚友王华斋家中。罗子洲不想连累好友，情况万分紧急，不愿久留。王华斋于是给他出主意，要不先到峨眉山上去避一避风头，过几日再行返回雅安。罗子洲答应后，王亲自护送罗子洲前往峨眉。谁知行到龙门洞时，罗子洲又获悉净水到高庙的通道已经有防守，于是再次改道，从清音阁、万年寺到达了峨眉山山顶后，往返回。爬上峨眉已经是深夜，化藏寺的长老见着几个汉子一身劲装，连夜上山，身上还带有枪支，当即就心生疑窦。于是一面派人稳住这几个汉子，一面连夜派人下山到县衙去告密。县衙那边仔细听和尚说了那为首汉子的长相，当即就判定肯定是前几天在抓捕中逃脱的罗子洲等人，立即点齐兵马上山捉拿逆贼。于是这才有了本片开始时的一幕。好了，闲话少说，此时罗子洲在房中也是心急如焚，没想到逃到峨眉山顶竟然还遭到追捕，如今被围在斗室之中，可怎生逃脱？正寻思间，屋外清军早已等得不耐烦了。突然一阵枪响，将客房门板顿时打穿许多洞来。罗子洲心一横，对几个兄弟伙说道：如今形势，被抓住也是死，拼死逃出去，说不准还能搏一条生路，大家随我杀出去。
这两个兄弟伙本来也是彪悍之人，均报全程。听罗大哥的。罗子洲猛地一脚踹开被拴的后窗，随即纵身跃出，一只手拿洋枪，一只手握住一柄短刀，率先向清军冲去。清军一拥而上，想将罗子洲等人生擒。罗子洲本来就功夫了得，加之如今是困兽犹斗，自然更是神勇无比。一番打斗下来，冲在前面的清军死的死，伤的伤，清军更不敢贸然上前，只是一路缠斗。不久，罗子洲等人就被逼到了峨眉山的舍身崖处。舍身崖去过峨眉山旅游的朋友应该是都有印象，此处所在面向东方，为全山最高最宽的重叠层悬崖。从岩角的思丘坪到岩顶，高1000余米，岩壁陡峭，怪石嶙峋，气势甚为雄险。整座舍身崖是由4道高岩所组成层叠形，各岩之间有深沟相隔，但在远处观望仍如一道整岩。为什么要如此繁叙介绍此处呢？大家听涅槃说史继续分解。话说罗子洲等人被逼到舍身崖处，已经是走上了一条绝路。罗子洲自然也明白，这舍身崖每年都有所谓的善男信女跳崖舍身成佛，绝无生还者。而清军自然也是明白的。罗子洲惨然道：而今也无退路，我决意由此跳下，众兄弟只有来世再见了。两个卫士心中一激动，都道：愿追随罗大哥。那边清军把总喊道：罗匪，你龟儿硬是不想活了吗？赶紧投降，还有条生路。罗子洲冷哼一声，第一个从舍身崖上纵身跃下。那几个兄弟伙一见罗大哥先做了表率，自然也心一横，朝着山崖下边跳了下去。舍身崖边常年雾气缭绕，此时又是一阵强风袭来。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际，身在半空中的罗子洲突然想到了什么，猛地抓住后背的大伞，顺风撑开。这伞一张开，顿时减少了下坠的阻力，但是毕竟伞的阻力有限，一下就撑得翻了过去。但是也幸好，这阵大风一刮，又将他推向了悬崖内壁。罗子洲借助着悬崖上的枯藤草根，延缓了下降速度，幸运地摔倒在了第一层悬崖处。我们刚刚说到舍身崖是重叠层悬崖，当然如果没有这把伞，减小了下坠之力和风势，吹乱下坠方向，罗子洲还是必死无疑。当然还有种说法，说那把伞不是普通的伞，是一柄铁制骨架的伞，上面蒙的是桐油布，伞头是尖的，本身就是他的兵器之一。应该说这种伞本身是有可能存在的，不过这毕竟不是降落伞，就算抓住这把铁伞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它的重量、刚性以及桐油布和伞骨架的粘连程度，都应该是无法提供足够的空气阻力来减缓一个成年人从如此高的高度跳下的下落速度的。如果跳舍身崖这事是真的，那我们只能去考虑悬崖高度形态以及风速和方向对下落造成的影响。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考虑为罗子洲在空中撑开伞的过程中，由于风力的影响，改变了下落的抛物线，而将其吹向了悬崖一侧。而撞击和另一只手抓住的杂草或者石头裂缝，虽然不足以让其稳固，却大大降低了其下降的初速。这时伞即使破损，它可能已经到了离第一层谷底不远的地方。这里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个从小习武的人的反应力和抗击打能力。虽然这种概率不高，但是还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撑着伞跳下来的事情，我自己小时候就干过。从学校围墙上跳下来，那时的伞还不是折叠伞，80年代那种大黑伞，弯柄的那种，稍微有点年纪的应该都有用过。跳下来的过程中，其实在半空中伞架子就往上撑出去了，而且风阻根本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从上往下，人物跳下来的角度在伞下的位置，都不是在中心，所以方向其实是乱的。反正我差点摔着后脑勺，不过建议大家不要再去实验哈，小孩子的游戏而已。这里我们可以说一下舍身崖下面的思丘坪。清末就有一法国传教士去探险，当爬到第2层岩梯时，已经不寒而栗，急忙返回。抗日战争时期，一架美国飞机因大雾撞在半岩上，机毁人亡。
后中美组织的抢险队来这里只找到飞机残骸。对这一带的地形地貌，美方抢险人员惊呼，此地只能是探险家的乐园。这首先说明下面地理环境险恶的同时，也说明舍身崖确实是分层叠形悬崖。而舍身崖和这4道悬崖间的第一道，人跳下去后多半都是在这里就坠亡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1000米的距离跳下去，不然一口气录到底，莫说骡子洲，变形金刚也得散架。后来建国后做过科考，那条被叫做死亡之谷的地方是一条深谷，不但有一些人的尸骨，中间还有一些大小不等的水荡，很多水荡里面同样还浸泡着山羊啊、小熊猫、獐子的白骨。再往下一层才是诸如蛇儿港、木打天到四丘坪。不过话说过来，骡子洲能够借助一把雨伞和风力逃出围困，不但是他武功高强、反应机敏，同样也算得上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了。但是这种传奇经历绝对是越传越神，越传自然就越不靠谱，逐渐竟然就被演变成了另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来自雅安当地的传说，说骡子洲是黑狗星下凡，信誓旦旦地说当时跳崖后就不是人了，变成一只黑狗，爬起来就跑了。而对于其为什么跳舍身崖，那传说的说法就太多了。比如说是抢了草坝大兴号，被清军追到洪崖，眼看要被捕，骡子洲端着一盆血从头淋下，杀出一条血路逃到峨眉山。还有人说他是抢了大官僚曾必光一窝玉白菜，被抓到将军衙门，正好将军夫人年轻时被骡子洲救过命，就放了他。他一路逃到峨眉山官府，追到山上，山上长老是雅安人，得知官府要追捕他，就设计把官府的人引到舍身崖，用长老的衣服裹住石头扔下崖去，掩护了骡子洲。本文的说法来自骡子洲女儿罗良英的回忆录，以及王华宅的起义军的队员张玉忠。因为这些人是见过骡子洲的，应该是亲口听骡子洲回忆过这件事。张回忆说，骡子洲是一脸大麻子，大个子，骑白马，是深夜避难到了接引殿。接引殿的圣心和尚查到几个人身上带着枪支，然后引出了方才本文开始时的一幕。而骡子洲确实是破窗跳岩而逃，琵琶骨也就是肩胛骨被摔断后，强忍疼痛逃到龙洞川主庙，拿言语后由袍哥接待，休养几日后由高庙方向回的雅安。但是无论怎么说，骡子洲活下来了，再经这一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大家都说他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当千岁而无愧。又因骡子洲在家排行老八，所以同治军中都叫他罗八千岁。回到雅安后的骡子洲，不久就和革命党人李廷俊、魏士奇等组建了雅安同治军。惠琼、来天泉、庐山、牟平、金宝兴、洪崖等县的同治军共2万余人，成立了上川南同治军水陆全军。骡子洲被推举为统领，围攻雅州城。随后四川各地反清革命大爆发，川督赵尔丰10月底暗地里让护理川滇边务大臣的傅松竹率其精锐的川边军20营由打箭炉入关。剑南巡防军马守城马老虎部和丝豹子部，以及清军新军第10镇66标所辖的陆军3营由西昌方向而来，准备增援成都。于是应京方面的同治军急忙去联络骡子洲，让其带大军前来扼守大相岭。四川辛亥革命历史上著名的大相岭阻击战即将爆发。开战前，骡子洲首先带着100多前锋，由应京南门渡河入城，各持火枪以大草纸一叠，困于胸腹以御枪弹。骡子洲缠头赤足，口含朴刀，手提独子毛瑟枪，先解决了清军义丰店营部，随后劝服了清军共同举义。应京城得告安定，随后骡子洲补充了人枪，军威大振。于是连夜商量了，一定要守住天险大相岭，而且把大相岭的大关这个进入成都的必由之路一定要作为重点防守之地。骡子洲与应京同治军首领李永忠商议后，决定立即挑选300精锐连夜急行军进驻大关，并立即号令各县同治军4000多人分驻天泉泥巴山到洪雅的晒电坪，
酒把所、银场河、墨子沟、黄沙河等各隘口，防止边军西昌方向的清军等各路东进。不久，战斗正式打响，清军猛攻大关，同治军奋勇抵御。清军统领马老虎见久攻不下，亲自率2000人前来支援，结果还是屡攻不下。同治军凭险据守，抵死防御，数千清军竟然无法越雷池一步。随后，为了防止雅安方面支援，罗子洲和李永忠商议后编组了民军，又联络了少数民族武装，亲自率领再打雅安。同时，各邻县的同志会也纷纷朝雅安聚集，但是雅安城防极为坚固，前些日子防守雅安的巡防军又得一队武器精良的边军前锋到达雅安帮忙，防守甚严。罗子洲带着同治军先后攻打3次，都未能打进雅安。随后，在经过几日休整后，罗子洲再次发动总攻，所有同治军从4面围攻雅安城。罗子洲和严以正率军亲自攻打雅安东门，而此时又发生了。在应京反正的清军少官王廷全见大队清军来援后，心中又起了叛变之心，直接拖着部队往行京而去，声称要去协防大关。防守大关的同治军哪里知道是计，结果就在当夜，王廷全突然纵火焚烧大关，叛归护理川滇边务大臣的傅松竹杀死同治军100多人。马老虎所部的清军随即突入大关，直抵应京。同治军失去天险，只得撤退，应京城落入清军手中。雅安方面得知大关失守的急报，围攻的各部同治军已非常惊慌，纷纷撤退。而罗子洲也只得带领人马转到洪雅。不久，诱杀川都赵尔丰的尹昌衡已经控制住了成都局势，随即派出3000正规军前来讨伐进了雅安的傅松竹。傅松竹得知赵尔丰已死，也是六神无主，只得坚守雅安，以待时局变化。随后，尹昌衡的军队开始猛攻雅安城，罗子洲也率部往草坝和另一支民军会师，然后加攻雅安城。这次边军中最为彪悍能战的下管带，第1天就被民军用炮炸死，军心涣散。随后，围城军民断绝了城中水源、粮源3天3夜。见大势已去，建昌道、黄炳坤、雅州知府武营雅安知县陈以畏罪逃避。城破后，傅松竹隐匿于雅安天主堂内，被查获押解成都处理，雅安光复。随后，四川军政府正式任命罗子洲为统领，驻防西昌、粤西等地。后来，罗子洲在袁世凯称帝时，不愿与其同流合污而去职，复迁于沙坪老家。一直到了解放战争，成都临近解放，西康起义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唐世尊、尹昌衡先后逃到了汉源洋人安处。罗子洲也在1950年2月中旬时到达。当时的罗子洲已经是75岁高龄，也是准备从汉源去西昌见胡宗南。结果到了西昌后，解放军进展迅速，局势对于他们越来越紧张。最后大家一商议，还是得回汉源再做定夺。于是大家又向勉山甘向营逃跑。到了甘向营时，就传来了西昌被解放军解放的消息了。罗子洲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跳射生涯的青年豪杰了，走路都颤颤巍巍。这一路又多是山路，坐着轿子都抖得快散了架。结果就在过越西小巷岭时，又遇到了彝族加之武装和解放军巡逻队的联合围攻。罗子洲和唐世尊一样被当场击毙。当一个人被称为传奇，本身就意味着他的经历充满了非凡的故事和卓越的成就。这些故事和成就已经深深烙印在了人们的记忆中，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篇章。罗子洲一生最为辉煌的成就，绝对不是因为他从舍生崖跳下得以生还。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还不如写那个不带降落伞从7620米高空跳下的埃金斯，他下落速度达到193千米每小时，最后落在一张100平方英尺的网中。我总想起的却是那个缠头赤足、口含朴刀、手提独子毛瑟枪，以大草纸一叠捆于胸腹以御枪弹，
冲进应京城的同治军的统领。作为一名民军首领，袍哥舵把子，他在推翻满清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英勇无畏和坚定信念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传奇人物之一。然而，历史就是这么复杂，你怎么也想不通一个75岁的老人为什么还非得去西昌见什么胡宗南。但是个人的选择确实是与时代的潮流息息相关，顺之逆之者均有。而罗子洲呢？也许他还是忘不了在大兴岭和雅安城下的奋战和他们奋斗而得来的那个民国吧。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按中共中央统战有关政策，经批准将罗子洲列入辛亥革命老人。感谢您收听涅槃说史，咱们下期再见。